大家好，我是家庭主妇练习生德布西。今年年初呢，我非常勤奋的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每天骑摩托车来回各1个半钟头到新北市八里的中华谷类研究所去上课。现在你们看到的照片都是那2个礼拜的作品。其实课程非常的扎实，但是呢，我上完课之后完全都没有练习。我想说，这样子犹如我家庭主妇练习生的名号。于是呢，今天我想要来尝试一款之前我完全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们做出来试吃的时候简直惊为天人的羊角馒头。而这款馒头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只用到3种材料，那就是面粉、酵母还有水，甚至连糖都没有。你们可能想说，这么朴实无华的配方怎么可能做出令人惊艳的馒头呢？关键就在于这个，有没有看到充满了气孔，像是在呼吸一样充满活力的酵母面种。酵母面种的制作方式呢，我先不在这赘述，你们可以点开下面说明栏的连结。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进行下面的步骤。首先呢，我们将125克的中筋面粉跟100克的低筋面粉，低筋面粉可以让馒头的质感呢再更松软一点。然后我们把这2种粉混拌在一起。哒哒，接下来登场的就是这个经过3道手续，用隔夜老面所制作成的酵母面种。已经可以闻到那个面团发酵微微的香气。酵母面种这边呢，我们放的是495克。注意哦，因为这个酵母面种的含水量非常的足够，所以呢，我们把这中筋面粉、低筋面粉还有酵母面种混拌在一起，完全不用再放任何的水。刚刚稍微手动搅拌之后呢，就可以放进这个搅拌机里面，先开低速的，让所有的这些粉类跟面种能够混合。然后我开到2速，打了大概3分钟之后呢，我就停机，然后检查一下这个粉类混拌的情况，以及面团是不是太湿或者太干，那需不需要加粉或者补一点水。现在的面团干湿的程度是很 OK 的，不过还没有混拌的很均匀，所以我们再继续打。搅拌机开2速，又继续打了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看整个混拌的状况，还有面团它呈现洁白的情况还不错。不过我觉得它离那个理想的面团还差了那么一丁点，所以决定亲自动手。一方面是担心继续在机器里面搅打，面团会过热，然后会变得湿黏。再来是我比较习惯像这种比较小剂量的面团就用手操作，眼睛看得到，手摸得到，也会比较安心一点。再来就是这个面团手揉起来好舒服好舒服，很像那种乳胶枕，你知道吗？就是你想想，如果你的枕头是这种面团制作的，该有多好。这面团没有揉到非常非常光滑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让它在室温呢静置一下。现在是夏天，我室内的温度大概是28度、29度左右，那你可以让它静置个5分钟。接下来呢，家里面如果有非常好用的压面机，你就用压面机，不然呢，你就像我这样子用手擀。我们要将面团用压面机或者手擀的方式呢，制作成长方形的面片。好啦，你们看我这个手擀长方形的这个功力呢，还有待加强，这样子我会多多练习的。这样翻着是我想要让它再回到正方形，然后再擀成长方形会比较容易一点。反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最后呢，就是让它可以变成像这样子的长方形类长方形面片。你可以再修整一下。然后我们把比较多就是那种皱褶比较丑的那一面呢，翻在上面，就是把它卷进去。
有时候我们将面片呢卷成圆柱状的时候，会在上面轻轻的拍一层水，方便它卷起。不过因为我觉得这个面团本身的含水量非常的够，所以我就没有做这个动作。我只有在最后这个地方轻轻的拍一点水，让它最后收口的这个地方可以粘合起来。如果你最后卷出来的圆柱状像我这样子粗细不一，没有关系，你就在你的砧板上呢，这样子轻轻的揉推它，然后让这整个圆柱呢能够呈现同等的粗细。我们今天要做12个羊角馒头，那每一个面团呢的重量是60克，所以在没有计算耗损率的情况之下呢，面团的总重会是720克。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烤盘，上面撒一些中粉。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揉面团了，就是要把面团呢把它搓揉成羊角状，也就是水滴状。这个揉要制作馒头的面团，它的功夫呢，也是我接下来要重点训练的项目之一。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组员，他说外面人家手工的馒头，就中间要揉到很像一个漩涡一样。但这边你们不用那么累啦，我只是借机训练一下。我们再看一次，不是这么专业的手法哦，就是应该是要把它外面的揉进去，揉进去，揉进去。然后漩涡出来，出不来，这样子。它其实重点就是要让它揉出一个层次感出来。然后我们利用无名指跟小拇指，把面团右边的部分向下压，所以它慢慢的会成为一个圆锥状。就像这样子。接着呢，我们要进行发酵30到40分钟，我把它放到没有开火的烤箱里面去。然后我们准备像这样子的一个炒锅，它开口比较大，然后深度比较浅。那在锅里面呢，抹一层沙拉油。因为羊角馒头又叫做锅贴馒头，我们要用蒸烤的方式。再来准备一个像这样子的慕斯蛋糕模，我们要在这个模具里面呢倒入水，但水不要超出到这个模具以外，不然呢馒头等一下放上去的时候呢，它如果沾到水，它前面就会完全是湿掉的。好，接着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羊角馒头的面团呢一个一个的摆上来。你们可以看到锅底的水大概就是模具的底部跟锅底接触的那个范围而已。然后我们开火，盖子不用盖上去，等到锅里的水沸腾了之后再把盖子盖上，那转小火蒸烤20分钟，20分钟之后熄火，然后我们让它焖个5分钟就可以开盖了。你可以看到锅里的水都已经完全蒸发掉了。出炉咯。你们可以看到呢，羊角馒头的底部呢上了一层经过烤制过后的色泽，而且它就像锅贴一样，它的底部呢有一层焦焦的脆脆的口感。本人呢有习惯性的把食物做成这种圆胖型，不然羊角馒头应该是要更瘦长一点点，但无妨啦。我们来试吃看看，就直接先吃它这个带有焦香然后脆脆口感的底部。真的很好吃。除了焦脆的底部外，我觉得羊角馒头会让我这么喜欢的原因是，它可以马上让我连接到小时候我爸爸会从外面买回来的那种杠子头，就是只有面粉香，而且嚼在嘴里越嚼越香，非常有韧性的那种质感。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羊角馒头。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和分享。
世界各个角落的家庭主妇练习生们，我们下次见，拜拜。